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肖战继续火爆，代言喜讯，新剧再度出炉，深圳卫视成大赢家。6月的第一天，肖战又迎来了一个喜讯，并新增了一位品牌合作伙伴。而这个新的品牌合作伙伴就是新养鹿，是属于蒙牛的产品，产品主要是针对乳糖不耐症人群的乳制品。新的品牌代言人身份也证明了肖战的事业还在走高。公司的实际品牌名称与公司的品牌名称相同，毕竟肖战自从走红以来就一直黑粉出没，所以他在选择品牌合作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的，让粉丝们不用担心质量问题。这也是品牌产品一直备受追捧的原因之一。肖战代言后被抢，除了代言，肖的新剧也屡屡传出准备播出的消息。根据鹅厂公布的暑期档，肖何任主演的《玉骨遥控器》大概会在暑期档正式播出。肖战的《玉骨遥控》也不必担心收视率，毕竟只拍了预告，播放量近5亿的结果。未播先火的据说是肖战和任敏的《玉骨遥控器》。另外，《玉骨遥控》是肖战走红后的第一部男主大片，而从预告片来看，肖战仙女的样子，该剧在古装造型上非常厉害，所以这部剧想不火都难。之所以《玉骨遥控》是肖战走红后的第一部大男作品，是因为《来世斗罗》等作品属于早期作品，而大热之后的《王牌力量》属于双男作品，所以《玉骨遥控》真的算是肖战在某种意义上走红后的第一部大男作品。作品少拍，也间接证明了肖战的态度，不吃流量红利，用作品质量来衡量自己，而不是只圈钱关注数量。由于肖战在走红后选择加入小众剧来磨砺和充实自己，走红可能是偶然，而是凭借自己的能力继续走红。而在肖战新剧即将播出的情况下，深圳卫视凭借《余生请多多指教》再次成为大赢家。肖战、杨紫主演的《余生多指教》申时2播，收视率上涨3倍多，收视排名也从20多位冲到前列，一口气。当然，这也不是深圳卫视第一次播出肖战的作品了，《王牌力量》也在卫视黄金档播出。虽然不是第一次播出，但是因为肖战和杨紫并没有开新剧，所以第2轮播出也吸引了肖战和杨紫的众多粉丝再次追剧，让深圳卫视也是大赢家。鉴于有一些黑粉在搞乱余生的节奏，在此澄清一下，好剧来自每位演员的付出和剧组工作人员的努力，一个人做不到，所以余生的结果是全体剧组的结果。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带走节奏，肖和杨都是圈内优秀的演员，不比较，合作共赢，互为成就。02沉香如粉电影泄露，杨紫状态被说不如香蜜沉沉，孟子怡却赞不绝口。今年国产古装剧实力不够，但待定剧《玉骨遥》《沉香如粉》等无一例外地提升了观众的期待。这些剧不仅选角有绝对优势，故事本身改编的 IP 也拥有庞大的粉丝群，在剧本层面已经得到了市场的验证。不过，小赵哥的《玉骨遥》还没有放出更多的消息，在线上也是遥遥无期。相反，杨紫、程毅主演的《香如粉》在预告中放出，在近日的影片中泄露，在10分钟长的影片中，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情节曲折。杨紫的带剧能力有目共睹，而程毅是新的古装大神，自然也让观众对沉香如粉的期待值倍增。虽然在这部剧的拍摄中，杨紫是个救星，但预告中两人 CP 感拉满，完全不输之前的爆款古装剧。但影片泄露对于相似面包蟹可喜忧参半。一方面，该剧还没开播，就连确切的排期消息都还没有放出，10分钟的镜头已经让观众看到了大概的剧情，几位男女主角的爱恨情仇人生，剧中饰演的不同角色，剧中已经出炉，很容易让一些对剧情不满意的观众弃剧。反观仙侠剧中男主和女主几轮转世后的爱情是最大的看点，转身的机会是带着悬念的，但在镜头里已经解释清楚了，很轻松让观众失去兴趣。但好处是，这一版花絮的发布可以一窥沉香如粉的质量，不输之前的仙剧，至少达到了香蜜沉沉灰如霜的水准。三生十里桃花琉璃等作品以饱满的流行性格，能吸引一部分观众认可该剧的品质。随着预告片和花絮的不断放出，让人期待沉香如屑的上线。毕竟今年的古装剧真的是拉倒了，即便大制作难免落败。通过影片花絮，沉香如粉2大看点值得期待。1. 剧情甜虐交织，轻喜剧元素完美融合。神香如粉和大多数神仙剧一样，走的是甜蜜虐路线。燕潭是一种古老的4叶睡莲，
其全身自古就是医宝。他想用半颗心来换取应元君的真爱，却不料不得不用800年的生命来忘记他。这辈子应元君不能动真爱，一旦爱情会让6界不和，就算他心里有炎光，也只能选择伤害他。炎光选择了跳崖。进入新的轮回后，燕潭气仙入魔，结识了新的人，也有了新的信任。但这一世，他也遇到了前世的应元君，成为了魔主唐周。这一世，他们2人相互厮杀，但也共患难，不再过着仙界的生活，而是共同生活在了凡间。应元君和唐周都爱上了燕潭，在他肩负着6世安定的使命时，应元君选择了放弃，而唐周却在人人讨伐之际站在燕潭身边。这种甜蜜虐心的剧情，本来观众很容易上手，但更神奇的是，沉香如粉中还融合了轻喜剧。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您想要做什么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主角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杨紫的演绎让这个角色更加动感。杨紫饰演的炎光在其中生活是俏皮可爱的少女模样，台词也颇为白话。虽然该剧占用了大量虐哭戏，既由于演员的关系，也由于姐姐的叛逆，是一个比较悲伤的角色，但是通过镜头也是搞笑的发挥。2. 全员颜值在线，孟子义很惊艳。古装仙侠剧对于演员的颜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部剧作选中杨紫和程毅可谓众望所归。杨紫早前就出演过不少古装剧，以香蜜沉沉烬如霜最具代表性，而程毅在琉璃中贡献精湛演技的同时，也凭借着自己帅气的外形出圈。这部剧中的服化道十分简约，以纯色为主，程毅因分饰多角，既有黑发造型，也有白发造型，但都让人很是惊艳。相较于前不久因白发造型太出戏而被观众吐槽的且试天下沉香如屑的服化道究竟有多么用心，不言而喻。程毅在剧中的造型差别较大，不同的造型能够让观众快速地区分人物。唐周的少年感，应元君的清冷疏离，反派角色的阴质，都让人很有代入感。虽然剧中还有不少男配角，但在颜值和气质上很难压得过程毅。不过从片花来看，杨紫就要危险得多。有网友在看过片花之后，指出杨紫的状态不如香蜜，反倒是孟子义获赞。2人在剧中饰演女1号和女2号，也会有不少对手戏，难免会被拿来做比较。从外形来看，的确有所差距。杨紫的造型给人的感觉更加小家碧玉，但孟子义却是温婉大气，这与2人的服装造型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杨紫的发型乖巧可爱，孟子义的造型却是仙气十足，也看起来更为贵气。颜值本就颇高的孟子义在服化道上又占据了优势，自然观感上更加惊艳。但2位演员的造型也是为了与人设相契合。从片花来看，杨紫的造型更百变，既有凸显少女感的发型，也有仙气十足的白衣造型。2人饰演的是双生姊妹花，一个心性纯良，一个则是潜在的反派，造型上的区分很有必要。至于杨紫的状态不如香蜜沉沉烬如霜时期也有情可原，毕竟这部剧作上线时是在2018年，彼时的杨紫的确处于少女时期，最简约的造型和服饰也足以与角色完美契合。但不可否认，沉香如屑中演员全员颜值在线，依然让人看得赏心悦目。你认为杨紫和孟子义谁的状态更好呢？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